人生跟电影不一样，人生。我看他哭了，还是眼角有泪花。西西里，在上一期我们讲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里都背负着一个沉重的标签——黑手党的故乡。仿佛这里的每一缕海风里都混着挥之不去的罪恶与过往。但西西里从来不止这一面。海风刮过了无人的街道，西西里的夜色是在那祷告。在这片充满了剧烈矛盾的土地上，还有一种足以治愈一切的力量，在不动声色地生长。那种力量被一个叫托纳多雷的人用镜头全部收进了他的时光三部曲里。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但提到了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海上钢琴师这些名字的时候，相信你的 DNA 也一定动了。而这一期我们将会来到三部曲中我最喜欢的天堂电影院的取景地，依次打卡。当时青年的 Toto 就是坐在这里，思绪万千，想着要不要离开家里。甚至我们在这里遇到了电影中曾出演的角色。他说那个电影里面有他的脸。哦，欢迎来到清单人生西西里的下篇。在这一期我们会进一步的展开这座竖在地中海中间的岛屿。在黑手党传说的阴影下，这里却藏着另一种温柔。这个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开去西西里的船了，开始检票喽。哦，为什么还要查护照啊？你别这样，搞得好像我们不合法似的。书接上回，不对，是上回。在我们结束了那不勒斯的行程后，为了节约一晚上的酒店费用，我们决定坐一夜的跨海游轮，这样睡一觉呢，就能轻松的到达西西里。当然，当时的我们对于这一片土地还一无所知，甚至还有点小兴奋。西西里，我们来了！哇，闪灵，像不像一个鬼片的一个？欢迎来到我们的恐怖游轮。810，811，好，就是这里。哇，给大家开个盲盒。吓死我了！啊！我靠，这么小！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的上下铺。我今天要住明阳是上铺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小樱桃，我没那么高估我了。回到了大学 T66，坐 T66去南京的感觉，哇哦！朋友们，看我们在这个来的飞机上，航空给我们的这个睡衣啊，我也换上。没想到，就是轻易不穿情侣装，一穿情侣装，咱就是秋衣情侣，有种湖南省服的感觉。丑是真的丑，舒服是真的舒服。这衣服像我爸的。你敢不敢？一会儿我们就穿这样出去吃饭。可以。不穿是狗。有狗啦！到西西里了，这就是西西里。这次在西西里岛，我们一共入住了2家酒店。那第一家呢是在巴勒莫。当然，我们刚一 check in， 房东就用意大利的最高礼仪欢迎了我们。So you use a coffee? Very strong, huh? Very strong. 感受一下他们当地人是。It's very strong. I know. Now no sleep. No sleep. No sleep. 众所周知啊，在意大利咖啡是没有美式这个选项的。往咖啡里兑水和把意面折断，往披萨里加菠萝，并称为意大利人的3大禁忌，会被开除国籍的那种。Can I have ice americano? Like Americano ice, I can't. If you want, I can give you iced coffee, but no Americano. Can you give me just a espresso and ice and water? No problem. 如何在意大利点到一杯冰美式？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大力出奇迹。你这杯在意大利人的眼里已经不值钱了。不重要，做自己。那订这里最主要的原因是这网好，因为我要剪片子啊，所以我们的第2家酒店是我们精心挑选的。这里的景色，我觉得才是大家想象中西西里岛的样子。这家酒店是
我们这一次在西西里岛最贵的酒店，这个是遛狗局推荐给我的，好漂亮！我不知道大家玩没玩过四海兄弟，这特别像四海兄弟，就是他们那个帮派，然后住的那个小城。He's been in China for a long vacation. Oh really? Where have you been? In Beijing. Beijing is my hometown. Okay. Datong, Pingyao, and then Xi'an, Chengdu. 然后大哥大概跟我展示了20分钟中国的照片啊，终于带我去房间了。终于到房间了。好好的。 OK。哇。酒店阳台就外面就是大海，超级美。洗手间照样还是有洗屁股的。 It's like Oh, it's a breakfast room. Yes. Beautiful. 这边有2只小燕子。看，灯上有一只。 Only for you.哦，这是只属于我们住客的。 And the terrace. 哇哦！这家酒店服务还是可以的，毕竟没让我们赔这杯子。但就在我们觉得这里除了贵没有别的缺点的时候，同志们，我们现在就躺在这个床上了，可以听到吗？大海的声音。写信告诉我，你先闭嘴，你让我大家听听大海的声音，来听，听，爱哭的。吵得要死啊！这个酒店怎么让人睡觉啊？我们今天穿的人模狗样的啊，因为这个地方对我而言比较的特别。特别为什么？因为这里取景过天堂电影院啊。对于我们这种老文青来说，天堂电影院那就完全就是需要打卡的地方。我都没看过。天堂电影院，宝宝，天堂电影院，我没看过啊，怎么了？在我心中 top 5吧。你跟谁看的？大哥，这什么学这专业上课都放，还跟谁看的？我跟我没看过跟我50多个同班兄弟。这个小镇其实是，如果我们航拍拉起来，你能看到它是整个在背靠着一块巨岩。天堂电影院其实在西西里岛取景了非常多的地方，那切法卢整个取景的地方大概占到了整个片子的60%到70%左右吧。这座城背靠着一个150米高的光秃秃的巨石山，希腊人来到这里最早给这儿起名，意思就是脑袋，大概就是因为这座山看起来像个聪明的光头吧。这个真是在岩石下的一个这样的小镇哎。而在陡峭的山崖下，就是这里最出名的切法罗大教堂。哇，好漂亮 Yeah, so beautiful. Glass and gold。而且你看，现在这个光哦，它就从这些里面透过来，非常的漂亮，从这个小窗户透过来。走，去前面。当然，切法罗最让人无法抗拒的还是那片海。这里拥有西西里最棒的新月形的海滩，天堂电影院中海边放映电影的那个旧码头就是这里。在这座旧港码头，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在这儿拍摄过的那场影史留名的雨中热吻。但想要追逐主角多多和艾莲娜的爱情故事，则要去到西西里的更深处——阿德里亚诺小镇。哦，是这口钟，看，这口钟烧了这种。不是烧的那个是它后搭的一个地方。哇，这边有好多这种老的车，看，老的车好有味道。偷偷要走，要离开这个小镇去罗马。偷偷。爷爷劝了他一天，偷偷。
人生有很大，不要待在这个地方，记得吧？啊，对对对。犹豫的时候，他就坐在这儿，哦，机器就在那儿。是这儿吗？就这儿，你看。我要去翻1分钟解说天堂电影院了。我知道在这儿，在这儿呢。就是这儿。看。我给你解说，你不用翻，巨简单这个事儿，老师。来，我大概很快的跟你说啊，什么叫天堂电影院？这个故事什么呢？晚安，马卡巴卡。曾经 ，Once upon a time， 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有一个像这样的小镇，在这个小镇上有一座天堂电影院。那这座天堂电影院呢，每周都会给大家放各种各样的电影，但是小镇里有一个神父，他掌握着电影的剪辑大权，在他看来，所有的吻戏都是不能被播出的，所以这个神父就是整个小镇的广电总局。我操！噔噔噔。怎么说？这个爷爷叫做埃弗雷多，怎么说？Alfredo。所有人，这个小镇所有人都知道。那男主角叫 Toto， 这个小孩就特别爱看电影，但是因为爱看电影这件事已经被他妈打了无数次了。特别是有一天他拿了他妈让他出来打酱油的钱，真打酱油？我估计买牛奶或者买 cheese 吧，我不确定啊，忘了已经。反正就是给了他这个钱，然后结果他进去看了一部电影，他妈当时就一顿准备暴打的时候，这个 Alfredo 出来说没有啊，我没收他的钱。从此以后 Alfredo 就成了 Toto 的神，如父如子吧。他们俩因为这个爷爷没有孩子，他没有爸爸，他们两个都喜欢电影，然后他就一直软磨硬泡这个爷爷，想让爷爷教他放电影，就是反正刚开始就不愿意教。为什么不愿意教？他就觉得电影放映师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工作。他说你要读书，你要去罗马，你要去大地方，你不能在这儿当一个小小的电影放映员。然后他当时青年的这个 Toto 就是坐在这里，思绪万千，想着要不要离开家里，因为他那会儿刚服完兵役回来，他心爱的姑娘已经找不到了。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Alfredo 那个时候已经瞎了，怎么瞎的？待会儿再跟你说。就跟他说，人生跟电影不一样，人生。你把墨镜放下来！我操！以我的经验，同志们，他不行了。没有，反正就是你干嘛？你别搞，就是他跟 Toto 说，很渣。我看他哭了，还是眼角有泪花。La vita non è come l'hai vista al cinematografo. La vita è più difficile. Ma Tinni, torna Tinnerro. Tu sei giovane, il mondo è tuo. E io sogno vecchio. Non voglio più sentirti parlare. Voglio sentire parlare di te. 爷爷就跟他说，人生比电影难多了。特别好那个电影。他是这样的。大家刚刚讲的时候，我也有点想哭，突然就是顺着那个就是失去的回忆在攻击我。这是那个水源池，也不是水源池，就是大家接水的地方，在这儿。当时的天堂电影院应该是在这个位置，比如说当时他拍摄的时候是在这块儿。那么理论上就是那场戏在胶片烧毁那场戏之前，就从这边这个电影院投你，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想起来了，就投到另外那个墙上面了。对。那如果这边电影院的话，它投到的应该是这边，对吗？房子说是Piazza Umberto I 的36号。Cosa?
Piazza Umberto I si chiama. Primo. 26 è là. Sì, ok. sì sì sì。 film è là. Bravo. OK。当时那个电影就是投在这一面墙上。热心的老爷子带我们找到了最后一个电影取景地，而跟这部电影的缘分还远远没有结束。他说那个电影里面有他的脸。哦 Really? Il primo che esce dal cinema la notte, poi cappello, vestito nero e faccio così. 就是第一个出那个电影院。Dopo 15 minuti dall'inizio. 快找一下。你让他等一等。Veramente? Se riusciamo, se troviamo adesso? Sì, poi. 快。偷的戏。Thank you。飞多骑那个车带的那个车，对，当时骑的就是这辆车，带着小偷偷。哦。这是那个神父摇铃，看到了吗？所以我知道这是要干嘛了。换一面吧，我右脸好看。啊，行，神经病！教父一摇铃儿。这个 Flado 他就要把那个胶片剪掉，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叫剪片子叫剪片子吗？就因为他要咔咔剪掉以后，他再接上，那剪掉去就是接吻的片段。Flado 他只是没文化，他只不识字，但他一定是个很好的导演，所以我觉得托托也帮他圆梦了。很抱歉啊，对于一枚这个 ENFP 老文青，终于到了年少时影响了自己的电影取景地是这样的。我们先收拾一下情绪，电影中所有关于电影院的内景，则要回到切法罗。啊。但是这个里边的内景是在切法罗的剧院拍的，不在这儿。然后有一个人在手风琴在自己排练，然后他刚看到我对我点头了，因为我们是唯二的2个观众，给大家看。好好听啊！好好听。sta prova microfono, one. In fact, in that movie, this is a fun fact with his magic, the magic of cinema. This place looks more larger than it is in real life. In fact, if you see a movie, it comes really bigger, but it's small. Exactly. It is. Yeah. Movie projector from the early age. The film was pretty dangerous in the past because it's always getting burned. Exactly. Yeah. In fact, one of the most famous scenes in that is when all the cinema bursts down. 一场大火烧毁了天堂电影院，导致埃弗雷多双目失明。此后的托托接替他，成为了小镇新任的放映员，但也在埃弗雷多半逼半劝下，最终离开小镇，在罗马成为了一名功成名就的大导演。电影的结尾就是长大的托托得知了埃弗雷多的死讯后赶回小镇，收到了他留给托托最后的礼物。然后呢，埃弗雷多给他留了一个遗物，那一卷遗物其实就是一盘胶卷，他师傅把所有的吻戏都剪在一起了。然后再加上那个配乐，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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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哇，爆哭！就我觉得是整个电影史上他妈最浪漫的结尾，没有之一。他在那个阶段，其实他是有一种给电影写一封情书的感觉，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广播电视剧、有录像带、有 CD。你想80几年、90年嘛，他其实是如丧考妣的，他觉得电影要完了。但现在电影也没死。在切法罗海边的最后一个黄昏，海风把胶片转动的声响吹得很远。记忆中的小托托很可爱。他凭着那双眼睛拿到了英国电影学院奖，成了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但也许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宿命一说，所有人都以为他会沿着那条星光大道走下去，像电影里的托托一样，坐上火车，成为大导演，
在罗马的霓虹灯下功成名就，而现实中的他，却和阿尔弗雷多领到了一样的剧本。Ne ho fatti una decina dopo Nuovo Cinema Paradiso, 10 film, e poi sono iniziati i problemi agli occhi, la retinite pigmentosa. 这让他的视力不可逆的，近乎于完全的丧失。像是电影里的台词一样，生活和电影不一样，生活难多了。Allora, intendo che praticamente io all'inizio il mio problema agli occhi si chiama retinite pigmentosa, non ho accettato e mi sono chiuso in me stesso. 但也许这就是电影最动人的悖论，它给了我们一个圆满的结局，好让现实中残缺的人还有勇气继续走下去。E vi confido che dopo che parlavo della mia esperienza, dopo ho pianto. Ho cominciato a piangere a dirotto. Ed era un pianto liberatorio, quasi che avevo bisogno di far uscire quella rabbia, quel dolore e quella paura, e dopo per me è stato liberatorio. Quindi la liberazione è stato accettare, accogliere il mio problema agli occhi e farlo diventare una risorsa. 但好在阿尔弗雷多在他8岁那年就告诉过他，真正的看见，从来不是靠眼睛。所以30多年后，当托托的扮演者卡西欧真正陷进了黑暗时，他开始写诗、导戏，也在西西里的海边开了家小旅馆，招待远道而来的影迷。Perché sai perché, Simone? Perché dopo tanti anni che tu ti tieni tutto dentro, adesso c'è la voglia di ripartire, la voglia di fare, e qua in Italia si dice la fame, no? Di riprendere in mano ciò che si era fermato. Quindi il buon Dio mi ha dato il dono della gloria quando era bimbo e adesso mi ha dato il dono del coraggio. 他没有活成电影里罗马的大导演，他只是在用一辈子告诉大家，是啊，生活难多了，可以因此生活才更有趣，更诚实。感谢你看到这里，希望你喜欢西西里的另一面，别忘了给我们3连，我们下期再见。